永乐18年，周王府护卫向朝廷揭发周王朱肃要造反，朱棣于是当年10月召周王入京。周王造反一事其实早有端倪，早在永乐8年，朱棣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开封府的密报，里面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：周王朱肃在王府之中修了一座大殿，用来祭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。根据《礼记》，祭祀的规矩是只子不祭，祭必告于宗子，就是说庶子或旁支的子孙不能参与或自行祭祀祖先，要祭祀必须告诉嫡系家主并取得同意。身为支系的周王不告而祭，换句话说，周王不仅坏了规矩，还流露了他想取而代之的心思。然而这个周王不是一般人，他是永乐皇帝的亲弟弟。当初见文帝削藩，第一个就是拿周王开刀，因为剪除周王就等于剪除朱棣的羽翼。相较于处置其他藩王时的心黑手狠、诡计多端，朱棣又会如何对付朱肃这位亲弟弟呢？朱肃是太祖朱元璋第5子，生母一般认为是马皇后。洪武3年封吴王，封国浙江杭州。洪武11年改封周王，封国河南开封。和戍守边疆、手握重兵的3个哥哥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和燕王朱棣相比，朱肃对带兵没兴趣。他最大的爱好是研究中草药，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，著有《保生余录》《袖珍方》《救荒本草》这样的传世之作，在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声誉。洪武31年，朱元璋驾崩，皇太孙朱允炆即位。就在太祖皇帝去世不过100日之际，新皇帝让曹国公李景隆带兵突然包围周王府，将周王朱肃、周世子朱有顿、宫眷以及王府官员一股脑全部逮捕，罪名是谋反。朱允炆随即下旨废朱肃为庶人，迁往云南蒙化囚禁。周王几乎算是太祖诸子中最与世无争的一个，然而因为他是朱棣的亲弟弟，所以第一个逃不掉。建文4年正月，听说燕军千里南下之后，朱允炆又把武书千里迢迢从云南迁回京师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言而喻，显然是打算危急时刻拿周王来要挟燕王。所以朱棣在攻破金川门之后，立刻派出精锐骑兵去营救朱肃。兄弟2人9死1生之后还能活着见面，免不了嚎啕大哭一番。6月17日，朱棣在奉天殿登基称帝，当天就恢复了朱肃的爵位。7月初9日则是朱肃42岁的生日，四哥在整个7月份都在不停地给弟弟赏赐礼物，还把他的9个儿子都封为郡王。永乐元年正月，废弃多年的开封周王府重新修葺一新，朱肃父子便于当月重新回到封国。朱棣生怕弟弟到了开封之后没有钱花，又让户部调河南建储米2万石给周王，还特地强调这个不在常路之数，也就失算朝廷额外给的。朱棣和弟弟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当时朝中燕世子朱高炽和高阳王朱高煦为了太子之位争得不可开交，各地亲王没人敢表态，只有周王赶上表请立世子为皇太子。只是当时朱棣还有所顾虑，没有同意弟弟的请求。当年7月朱肃生日，朱棣特地派女婿宋虎赶去河南送礼。此后几乎每年周王生日，朱棣都不会忘记。甚至于别的亲王岁禄最多1万担，而朱肃是2万担，这纯粹是亲弟弟才能有的待遇。当然朱肃对哥哥也不错，永乐2年进京朝觐的时候，还特意献上瑞兽邹鱼。邹鱼是古代典籍中记录的人兽，大致可能是现代的雪豹。周王此举自然是拍哥哥马屁，夸他是个人君。因为朱棣即位后对弟弟极其宠溺，地方官员胆敢得罪周王，无不受到严惩。比如河南都指挥佥事刘圭从王府端礼门前经过的时候不下马，立刻以蔑视亲王的罪名发配边疆。有刘圭的例子摆在眼前，谁还敢得罪朱肃？整个周王府从上到下渐渐开始横行无忌起来。永乐3年，朱肃的儿子顺阳王朱由选来朝途中纵容护卫扣押军民船只，用来装运王府米麦等物。王府长史思拿着周王令只当令箭，在河南各地号令府县，威风八面。王府内官哪怕到了浙江以后，也敢擅调官军凌驾有司，虐害百姓。永乐4年，河南布政司上奏称南阳造君山草寇窃发，朱棣立刻调进奈元勋丰城侯李斌、新城侯张辅率兵前去抓捕。然而谁都没有想到，朝廷大军没有到，周王已经派出王府护卫3000人抢先进山搜捕，还打算亲自出马督战。
朱老四心下不快，立刻话锋一转，表示这些都是小贼，朝廷自有主张，不用你插手。永乐6年，太祖第25子一王朱仪前往封地洛阳就藩，途经开封之时，和5个周王见了一面，随即向朝廷上了一封密奏，称周王出于愤恨，心不可测。此后，朱肃在被四哥斥责只字不记之后，颇为老实了一段时间。但是事情在永乐15年又起了变化。这一年的2月，太祖第19子古王朱惠因为谋反被废为庶人。3月，朱棣又把次子汉王朱高煦赶出南京，打发到山东乐安州就藩。安顿完这一切之后，朱棣离开南京前往北京，准备全力推进他的迁都计划。此时的大明王朝在南京建都已经整整50年，迁都之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知道会损害多少人的利益。由于史料匮乏，我们无法揣测周王对于迁都北京的态度。但是当年年底，朱肃请求去北京见一见朱棣，却被他四哥一口回绝，史书中甚至没有给出理由，未免让人浮想联翩。朱棣这次启程去北京，还没忘记捎上已经被处决幽禁的李景龙。当年李景龙打开金川门投降，事后虽然被评为靖难第一功臣，但以他为代表的洪武朝老牌勋贵和朱棣手下那批新贵格格不入，最终在永乐2年彻底倒台。当年李景龙犯事后，曹国公府中的家人都被发配去了辽东。这批人听说主子到了北京以后，竟然集体潜逃到沧州准备劫狱。朱棣做梦也没想到，协助这些人的幕后黑手竟然是周王府遗宾盛瑜。盛瑜的夫人是朱肃第3女信阳郡主，难道连亲弟弟都靠不住了吗？朱棣不由得陷入沉思之中。到了永乐18年，朱棣接到朱肃要造反的密报，于是当年10月召周王入京。永乐19年2月，周王抵达北京，并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朱棣对朱肃的惩罚却大大地出人意料，仅仅收缴了他的河南3护卫，此事就算作罢。自此之后，直到朱棣驾崩，周藩和朝廷之间始终相安无事。毕竟一个没牙的老虎不会再造成任何的威胁。周王谋反这件事，怎么看怎么透着诡异。此前古王谋反，朱棣从北京派人带着赤腹金牌召他到南京受审，一南一北也不过花了2个月时间。而这次朱棣在10月份收到消息，却容许朱肃在次年2月才到达北京，在家踏踏实实先过了个年。弟弟都要造反了，朱老四还这么不慌不忙吗？此前齐王、古王涉嫌谋反是什么下场？全家都被废为庶人，而周王跑四哥这儿坦白再认个错，这是就算翻篇了吗？何况朱肃当年就一心要学术，不涉足权力之争，从没打过一仗。他又在建文年间吃了4年牢饭，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造他四哥的反？一个合理的假设是，这很可能是哥俩之间唱的一出双簧，起因则是上半年波及山东全境的唐萨起义。这是对朱棣迁都北京的一次当面打脸。为了防止宗室亲王蠢蠢欲动，朱棣拿亲弟弟开刀，收缴周王府3护卫，也算给各地藩王一个警告。朱棣从来没有把用来对付其他藩王的手段用在朱肃身上，对这个亲弟弟，永乐皇帝算得上仁至义尽。而周王殿下虽然仗着皇兄宠爱，行事未免跋扈，但要是说到造反，他是万万不敢的。这次配合四哥唱个双簧，把护卫交给朝廷，自己安心做个富贵王爷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